无论是各种电影作品中，还是现实中发生的一些案例来看，全球顶级特种兵似乎都有一些共通点：有家有室，至少2个孩子以上，在常规部队中有多年服役经历，在军校中有过进修经历，本科以上高学历，平均年龄在29岁以上，或者说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中年人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情况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大胖兵，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年特种兵。可能和很多人想象中不同，美军的诸多特种部队首先在年龄上就存在硬性标准，年龄超标根本就不让你进入美国的陆军。海军、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都有各自的特种部队，以海军海豹突击队为例，加入的年龄上限在28岁，这个年龄仅局限于海豹突击队。海军其他部门的年龄上限是35岁，这是执行任务的性质所决定的。海豹往往需要承担高难度的任务，比如海神之矛行动什么的，这就对良好的体能条件以及勇猛的意志存在要求，或者说就是得敢死。当然还需要高智商，如果是28岁加入队伍，还需要经过至少2年的特种训练，正式到作战部队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到了而立之年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特战队员正处于其精力、体能和经验的巅峰期。海军陆战队的年龄上限同样是28岁，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陆战队也承担了美军最多的常规战斗任务，出勤最多，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人自然也最多。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们最需要的是更生猛的年轻人。一个有家有口的中年人会为了祖国、为了荣誉而冲锋在前吗？会为了这些放弃家庭和未来的美好生活吗？也许吧，但是可能性不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理论上来说，加入特种部队存在年龄上限，而年龄下限定的又不高，那么为什么在特种部队中还是以中年人居多呢？其实原因非常简单，理论上来说，你也可以去报名 SAS， 只要你是英国公民就可以，但你能扛得住残酷的训练吗？哪怕是一些在常规部队中混迹了多年的老兵，他们一样也扛不住。真正能扛得住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而精英往往需要时间的打磨。我们还是以海豹为例，海豹突击队的新兵中，平均年龄在30岁上下，基本都有海外部署的经历，或者说实战经验，而通过训练进入最佳状态者，甚至普遍年龄已经达到了35岁。注意，海豹的新兵们放在常规部队中已经属于骨干老兵了，而参与海神之矛行动的队员平均年龄甚至在38岁，大一点的甚至是40岁以上。在常规部队，这些人可能已经成为营长、团长，再不济也是部队教官。在海豹6队中，他们其实也是中流砥柱。这些人在加入海豹时，往往年纪就已经不小了。在入队前，他们肯定会经历漫长的常规部队服役经历。如果是18岁加入部队，在海军服役3-4年，就算是他真的在22岁参与海豹的选拔，并且成功通过，完成了为期半年的水下爆破技能基础课程，这也只是刚刚获得了一个参与后续训练的资格，可以说仅是开始。接下来是系统性的特种作战训练，即 SQT 课程。这个课程包括4周空降训练、15周的战斗技能训练，以及4周的极地训练。如果你全部完成这些训练，并且通过了考核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获得了加入海豹的机会。但是只是加入普通部队，进入海豹6队还差得远。完成这些课程理论上就快1年了，但是人不可能高强度训练这么长时间，前后肯定会有远高于课程时间的调整、恢复以及假期。等到正式加入海豹，估计也得24岁了。然后就是漫长的普通海豹部队的服役期，这个过程是积累基础特种作战技能的时期，无疑必不可少。在此期间，可能会有一些低难度的特种任务，这种任务对队员本身的危险性普遍没有那么高。熬过了这一阶段，就可以参加海豹6队的选拔了，即绿队训练。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27、28了，你需要再经过8至9个月的训练。训练科目包括进阶伞降技能、SERE 和 CQB 训练。1年时间匆匆而过，你终于得到了加入海豹6队的机会。就算你是18岁加入海军，这个时候也将近30了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样的机会？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顺畅的一次性通过所有科目。
所以在你加入海豹6队后，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，和你同批进入的队友，你竟然是最年轻的，因为你的队友们很可能已经失败了3到5次，但是他们还有可能具备一些你不具备的技能。有人具备特殊的狙击技能，有人具备战场救护经验，还有人会滑雪作战，但是你只是完成了基础科目，其实就是一个白板。而这也是海豹6队的新兵们普遍年龄较高的原因，他们在完成基础训练科目的间歇，可能还会去进修一些专业技能。这些技能并不是加入海豹6队的必须条件，但是却对队员的个人发展至关重要。而一次滑雪集训可能就会是大半年的时间，等到加入海豹6队时，已人到中年，简直再正常不过了。而加入三角洲部队其实还要更加麻烦。先决条件就有10条，必须不低于5级2等兵，且军事专业优等水平，没有限制性身体状况，年满22岁的美国公民，通过身体适应性测试得分110以上，通过安全背景调查，通过特种部队体能训练，具有空降资质，没有屡次违纪的记录，至少还有2年服役期，通过遴选考试，军官要求就更高了。除满足以上要求外，军衔需要是上尉级以上，具备至少12个月的指挥经验，必须是具备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。1994年三角洲的广告中，甚至在士兵条件中也加上了大学学历要求。如果一个人同时具备大学学历以及三角洲要求的服役经历，那他真的很难不是一个中年人。理论上来说，三角洲面向全社会招募队员，但是能够符合其要求的人往往都在军队中，且因为三角洲属于陆军，因此他们很难招募到其他军种的人才，所以大多数时候三角洲是在陆军选人加入的。获选者不一定是身体最好的，也不一定是脑子最快的，但一定是某方面具有超高天赋，非常适合某类特殊任务。三角洲中的某些队员可能未必是作战技能最强的，因为这支部队既有全副武装千里奔袭的任务需要，也有伪装成平民在混乱地区监视目标的侦察任务，所以不同于海豹6队，三角洲的队员显得参差不齐，其中有个高的，有个子矮的，有帅哥也有秃顶。他们可能不是最优秀的多面手，但是一定是对的人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能满足三角洲要求的人大多都是中年人。一个在社会上成长到30岁的人和一个在军队中服役到30岁的人，二者其实天差地别。后者甚至可能在军队中已经服役了超过10年，他完全就是成长于军队之中，思维模式和信仰与外界的普通人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例如内罗毕战神克雷格，他1999年就加入了英国军队，但是在他成为 SAS 的一员时已经是2012年了，而他在河滨14号恐怖事件中发生时已经40了。他的故事无疑也证明了30岁以上才是特种部队的黄金年龄。对于特种部队的军人而言，入伍需要参与各种集训，加入特种部队是事业发展的巅峰，此时他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水平才能达到一个相应的高度，刚好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。没有完成全面训练的士兵表现可能就会很糟糕，比如常规的海豹部队，例如海豹10队，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就相对年轻，相应的队员们也来不及完成更多的训练，他们可能非常擅长两栖作战，水下爆破技能可能也不逊于海豹6队。但是如果将他们扔到阿富汗的山地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红翼行动就告诉了我们答案。海豹10队进行山地侦察时暴露，遭到大量塔利班步兵包围，最终4人中有3人阵亡。三角洲对海豹突击队常规部队的评价就非常客观，海豹的普通单位并不擅长陆地作战，尤其不擅长山地作战，他们更擅长潜水接近，并且在完成任务后隐蔽撤离。所以攻坚属性的特种作战往往由三角洲完成，但是海豹6队同样能够完成海神之矛这样的行动，因为他们经历过更加漫长也更加全面的训练，这其中一定也包括系统性的山地训练，他们甚至还有对顶级的山地作战装备，相应的他们也会更加年长。另外一方面，特种部队会有意识地选择更具实战经验的队员，这同样也意味着相对的年长。例如二战期间最初组建的 SAS， 他们的队员大多数来自莱科克部队，这支部队英国最早的突击队，也是这些人发明了 SAS 臭名昭著的65公里长途耐力测试。另一方面来说，莱科克部队的成员很多都有多年的服役经历，这也意味着年长的年龄。
班加西之战中 CIA 崭露头角的5名 JRS 队员，他们甚至更加年长，因为他们大多是退役后的海豹或游骑兵，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年轻。CIA 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，能够处理突发的险情乃至高强度的战斗。更关键的在于 CIA 需要更加冷静和克制的人，年轻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，而和这些 CIA 精锐并肩作战的则是美国大使馆的警卫。他们也是军人，但其实也属于常规部队，他们的年龄和军龄都要更加年轻，实战经验自然不足，所以大使的警卫面对突袭只能东躲西藏，最后搭上了大使的性命。总的来说，最顶级的特种兵一定需要多年的常规部队服役经历，这就注定了他们不会年轻。30岁加入海豹6队其实已经称得上天才，而那些最敏感最大胆的特种作战任务永远都是中年男子组的菜。正所谓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在特种部队中，这更是基本常识。好了，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